别疑神疑鬼的，没人。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我正跟客户吃饭吃一半呢。主任让我查肖真的把柄。哪方面？违规、违纪或者违法。还是这一套。合法伤害权这事儿，邝老爷子玩得太溜了。我琢磨琢磨吧，尽快回复你。你什么意思啊？主任这回是动真格的，一旦被他揪住小辫子，他真的会废了肖真。他不就做这么使的吗？哎，你从一开始就告诉我呀。我是说肖真是可以牺牲的，但我没有说过他是用来牺牲的。就别抠这些字眼了。再说了，他要是真被废了，后面谁替少廷出面办事儿？不是还有韩律师吗？你顾虑的事儿，我早就想好了。我觉着，一旦肖真出局，少廷就只能去找韩律师。他们俩会是完美组合。更何况，韩松阁的儿子不是邝北平想动就能动的。那要是真这样的话，肖真不就……当然了，少廷和韩冰联手，会彻底让老家伙把矛头指向德之所。不过这部分我也想开了，不管怎么，他都会针对我们做的。我爸跟吴老太太商量好了，要把这房子呢留给小东。虽说我们家一直都是我跟志华在照顾两位老人，可是小东他的经济条件不好，而且一直都跟两位老人住。您说说看，这房子要是没了，得露宿街头了。我爸死了。当时啊，也有提议说把这房子呢给老太太她的大女儿，可她有房子呀，她偏要说这是学区房，她孩子在这上学。你说上就上吧，那你得用房子来换吧，而且我们这房子面积大，你说这差价是不是得折现弥补给小东了？哎，这边，这老头老太太呀，都商量得好好的，还把我们都特地叫到一起，当着面立了遗嘱。那会儿我们谁也没想到，才过了1个多礼拜，人就走了。接下来呢，大家就忙忙叨叨的料理后事。我们以为等这事儿过了，小东自然就留下来住了呗，到时候我们再带他去过个户啥的。可是没成想，那姓李的俩孩子住下他就不走了，他还单拿出一份遗嘱，反倒说我们那份是假的。哥，咱爸死了。哎，乔律师，你可不要越过那根黄线啊！姓李那俩啊，说那一半是他们的，不让我们过去。您是我们这头的，那就别往那条走了。咱们进屋。前2天啊，因为迈错一步，还差点打起来了，派出所都来人了。啊，肖律师，您喝水。好嘞，谢谢。啊，乔律师，我大概听明白了，你们几位的父亲庞国老先生呢，在5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你们的母亲过世之后，和吴秀芝结婚。吴秀芝呢有2个孩子，大女儿李琦和小儿子李贺。2位老人呢婚后情感稳定，临终前写下遗嘱，准备把他们共同财产的这套房子留给唐志东。对对。 2位老人先后故去，李琦姐弟呢就起诉你们，要求析产，并且拿出另一份号称是2位老人订立的遗嘱作为证据，是这个意思吗？哦，我父亲在美院干了大半辈子的行政工作，他虽然不是专业学美术的，但是他老喜欢随身揣个本儿。那走到哪儿，如果看到什么事情他觉得好玩的呢，就随手描2笔。 既然传票已经收到，答辩期也没有几天，你们肯定收到了法院给你们对方证据的复印件。那我们看一下材料吧。没问题，这儿。小律师，我瞒你说，你说这事儿，我真是一头恼火。
你说好好的俩人吧，你在一道在一道，你非要结什么婚，领什么证？他们这儿好了，夕阳无限好了，我们这是人间无限愁啊！哥，咱爸死了。陈不怕，我们当时候是不同意的，现在搞得一地鸡毛的。就是你说什么不合适？我们现在天天要送孩子上班，还要照顾我弟弟。你这查什么呢？查相关人员的企业背景。整理材料就不能回所里吗？有一天我加班，主任路过，特意的上来跟我说，太晚就别干了，打印机也得歇歇。那至少我们可以找一个亮堂、清静点的地方啊。那你说哪儿啊？你家、我家还是哪儿？好了，行了，你不用说了，我现在觉得这地儿挺好的。对呀，这不是你选的地儿吗？我就是不想在1天之内见到2次韩律师。一开始你就说不清楚为什么不想和洪律师合作，怎么现在连韩律师也抵触了呢？要是说你跟这洪律师关系不好吧，我觉得他确实有点针对你。可是韩律师为人很温和呀，你为什么也抵触他？那你和张主任关系好吗？一般吧。那你和薛律师呢？我可听说你们是校友，还住一个宿舍呢。那个货我更烦。那你和你爱人呢？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我就想问问你，有谁是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吗？哎，姐。啊。来，坐着。你们随便点啊。啊，对，我可是接受不了新世界的红酒啊。哎，肖律师，这么有空？我刚到永清这边的一家红酒花园，一起出来坐坐。你知道我不会去的，这种多余的客套以后就免了吧。谁说的？我可是真心邀请您啊。真心的话，折现啊。哼。王博、雷小坤的代理权我们拿到了，最高院的人应该来京港。可京港是有最高院的巡回法庭的，你见到的不一定是。巡回法庭哪来的刑庭啊？似曾相识，一见如故。什么？我说这姑娘，也说这酒。我说你整天带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律师到处瞎逛，就不怕你老婆有意见？我现在暂停执业，身边得有个能出庭的。你这妆，八成就是这女律师的男朋友给画的吧？就是我那个前当事人的老婆的心相好，手底下的马仔给打的。听你们律师说话太绕，不重要。这是你托我办的事儿啊，看看有没有用。这个邹亮啊，吸毒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之前啊，他从那姓齐的手下拿货，后来这姓齐的进去了，他就从那菲菲那儿开始拿货了。而且，他死之前，办了一次人身意外的商业保险，是在那个宏安保险公司投的保。但估计他这死法，也没什么理赔的事儿。菲菲是谁啊？周飞啊，本地人，婚外城的，具体哪片儿我不太清楚。哎，南哥，你说我这儿好歹忙活的是将死之人的事儿，你那儿盯着那个邹亮都多半天了。这个死去的邹亮啊，
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儿……我看你这是当侦查员时间太久的 PTSD， 你知道吗？哎，怎么了？这是不是超参标了呀？这是自费项目。你说你除了吃，海港支队赵新成说，邹亮为乔尔廷准备的被害人一家财务明细是伪造的。对，包括朱红，还有他老婆严秋，还有他父母，还有他老丈人。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个东西给到乔尔廷，乔尔廷出庭辩护的时候作为证据使用，中院是会核实的呀。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乔尔廷让邹亮去制造这份伪证的话，除非这个邹亮能篡改银行信息库的记录，否则毫无意义。随便一核实，西洋镜就被揭穿了。看来邹亮的经济状况是真的很不好，也难怪他会找我借钱。那吸毒的有几个经济状况好的？而且他之前，他们这个京港银行内部还做过一次审计，好像还真查出了点事儿。当然这些我也都是从京港银行一个法务那儿听来的，没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就冲他能跟你打电话见面这事儿，这也不太像是真的有事儿哈。那这法务参与了吗？内部审计他肯定找外边人。京港银行外聘的律所有好几家，包括金富所。查查是谁。不管乔尔廷原本打算拿这份财务单据做什么，除了告知法庭说你看我伪造的单据真不真之外，毫无意义。你说这石家律师不会算账也就罢了，逻辑性也这么差。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份伪造的银行单据啊，与其说是针对案子的，不如说是针对乔小婷本人。不管真的假的，或者有什么用意，乔尔廷根本就没机会拿到这个东西。你刚才说他们还查了哪些人？朱红和他所有的近亲属。歇会儿啊！要不要点点吃的呀？可劲儿点啊！今天我买单。工作这么多，全职猪头不干活，哪有时间吃饭啊？我这个也是正事儿，我托我一个哥们儿帮我打听点消息。看见他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正常人了。哎，你看看他，有没有觉得他像某个日本漫画里的人啊？啥？一拳超人啊？啊？一拳超人吗？我大概真的是老了啊。这体育老师是做什么的呀？我之前帮过他一点小忙，他这个人呢重情义，包括今天那个抵掉那富康车就是他的，他认识我真的是倒了大霉了。嗯，关系确实不错。车的事你跟他说了吗？真不能说，这要说了关系就该不好了。我就让他帮我收集一些有关于邹亮的消息，就是那个我遇害的同学。跟你做同学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说起邹亮，他大概是我这些年最瞧不起的人。但是现在想想，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看什么呢？没事儿，我就是确认一下这是不是我住的地儿。我怕我这一不留神儿，就习惯性的直接回家了。我今天加班回去晚，顺路过来看看你伤怎么样。哦，多谢。你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要知道的话，我能早点回来，咱们俩就能一块儿。你过来。
闭眼，闭眼。过来。应该再有2天就能消肿了。片子我看过了，没有骨折或者骨裂，这些软组织挫伤就得靠时间养着。晚上要觉得疼呢，就抹点这个药。你给我抹点。哎，要不要上去？来都来了。乔大律师，我孩子还小，我得趁他睡着之前回家，我就不跟您上楼再续前缘了啊。我今天是回来的晚，所以顺路过来。离婚协议书呢也没带着。疼啊？我觉得你对我挺好的，你这么关心我，我很诚情。今晚月色真美。啊？今天没月亮啊。哎，看你这么早回去，我还以为你睡了呢。没呢，我找月亮呢。啊？什么？哦，没事儿，你说吧。啊，我问了那个法务，他说他们银行参加内部审计的常年法律顾问是金富律师事务所，开会时到场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专家，叫邝北平。我知道了，辛苦。薛律，今晚咱们出来做，也是我们哥俩有点事儿想找你谈下。说，你知道这段时间来，主任吩咐我们做了不少事儿，基本上都是针对乔少廷的。拆迁公司那个姓曹的，还有人心所的马律师。我知道你从马律师手里撬过来的那个案子，那个被性骚扰的女孩手里证据不足，案子你赢定了。就有点缺德。男女这种事儿很难说清楚。你的当事人做过什么，你心里头一清二楚，不是吗？不错，我也喜欢风流，但我讨厌下流。少廷，你怎么今晚有空给我打电话？你方便说话吗？有个事儿，我可能要找你帮个忙。难得你跟我开次口，说吧，只要我能做到。哎，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没事的话出来坐坐。永清路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红酒花园，我刚到。哎，这档次……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家伙呀，你能不能活得轻松点？哦，对了，我先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在你那儿能看见月亮吗？
晚上我和乔律师去了府南街一家叫朱哥的酒吧，在那里整理了西产案的相关资料，然后我们就分开了。那就是说，雷小坤的死刑复核代理权他也拿到了。是，但他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乔律师似乎向我暗示我，你觉得他会把这么重要的死刑复核交给你？我不知道，现在他还没有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案件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告诉我。肖律师，不要以为跟乔律办了2个案子就是他的心腹之人了。乔律是老江湖，他一时不变，只是利用你。我知道，只有洪律师真心为我好。你可以走了，明天有什么情况继续向我汇报。洪律师再见。我上天文网站查了，昨天是这个月的农历初1，晚上很难看到月亮，而且我还查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从昨天到今天就是多云多云，都不是多云转晴。你问我有没有看到月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是随口一问。不，今天主要来找你是为了让你帮我一块儿去查一查。不可能，我跟你一个宿舍那么些年，我太了解你了，乔少廷，你绝不可能是随口一问。你到底什么意思，少廷？我真的就是随口一问。不对，不，我昨天在我们家天台上没看见月亮，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打电话问你一下呀。您说，有病啊！哎呀，你换车了？这宏图律师的车，我借用一下。那你原来的车呢？一言难尽，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走啊！你现在什么都不敢跟我说了，换车都不跟我说。哎呀，走！哎，昨天晚上的夜宵是你花钱买的呀？别客气，你就不用回请了。谁要回请你？我是说那个味道不错，而且你今儿还得请我吃顿好的呢。也是发现了什么可以邀功的干货了？你昨儿不是跟我说咱们无权进入公安内网吗？别跟我说你黑进去了。还没做到那份儿上。不过我有权进入咱们法院内网呀。废话，那我也能进去啊。我查了一下被害人朱红和他近亲属有没有过涉诉的记录，结果查到2年多前，朱红的岳父严培旭有过一起民事诉讼。隔壁邻居厨房渗水，相邻关系的损害赔偿。诉讼标的一共是600多块钱，估计主要是为了置气吧。但你看一下他的代理律师是谁？孟北平，金富律师事务所主任。他不是主攻刑法的专家吗？你说，是什么样的关系能让邝教授心甘情愿地为一个几百块诉讼标的的民事案件亲自出庭呢？说吧，想吃啥？别着急呀，你再看这个。我又查了一下邝北平这些年在金港的案件代理情况，发现他不止一次为金港银行的贷款案件出庭，或至少挂过名。金副所是金港银行的常年法律顾问。那个邹亮，不就是金港银行的？少廷，我可仔细想过了啊，你昨天是不是假装问我有没有看见月亮？实际上你是想提醒我昨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对吗？啥？ 6年前你们造反成功，
邝主任离开了德智，带着我和付超成立了金府。我记得就是在5、6月份的某一天，但是我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实际上就是昨天，对不对？我也不记得是哪一天，我甚至都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是真的，只是随口说了一声。我拜托你，你不要总是追问我，行吗？哎呀，你让开。哎呦，具体的您回去自己看吧。大概的情况就是，当时审查发现，作为信贷经理的邹亮，可能存在协助借款人伪造担保材料，并收受回扣的事实。邝主任参与了讨论分析，并跟邹亮进行了谈话，断定其并未构成违法或者违规，所以邹亮什么影响都没有，甚至连内部处分都没有。邝北平跟邹亮单独见过面。3月11号。怎么了？就在邹亮死的前一天。少廷，你该不会是认为邝主任杀了你那个老同学吧？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们会在德智造反，把邝北平从主任的位置上给选下来，甚至逼他离开吗？这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吗？市群里的幼师长大了，总要把头领踢开，更何况你和张正找来了韩松阁的儿子做靠山，不想再位居人下了。不是，是因为跟着邝北平做了那么多年的案子，我跟张正逐渐的发现，他是打着代理和辩护的名义，利用在行业内的资源和影响力，做了太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违法吗？违法，而且昧着良心。哦，你不要跟我说良心这两个词。哎，如果用这种道德绑架的方式占领制高点，你可以批判所有的律师，但你能说所有的律师都没有良心吗？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3产，我们是服务行业，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法律的技术支持。是我们的行业标准就是看合法还是违法，不光我们这个行业。哎，就算在法庭上认定事实，靠的也不是所谓道德和良心，而是证据。我知道你没法接受这个。对啊，我就是个没有良心的人啊！不，你是个真小人，但是你有良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比我和张正更有良心。真的。感谢乔大律师终于对我的认可。我懂你的意思，我也不想冲什么伪光正。哎，东子，你跟着邝北平读他的在职硕士，又跟他共事了那么多年，你就一点儿都没发觉吗？发觉什么？发觉他其实是个邪恶的人吗？比邪恶更邪恶的邪恶。那是什么？伪善。我们有的，你可以都有。主任真的要是有什么状况，咱们仨谁都好不了。就算主任真有什么事儿，我们能怎么样？离开金富？这些年，所有的资源都掌控在主任的手里，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来吧。目前倒真是没有证据显示
东港拆迁公司对他们实施过暴力行为，还有就是他们请的那些律师，有点死磕的劲头，一再要求证据关门时间，可能还是不死心吧。这种小撮的底层律师不用理会，我会让他不要继续再闹了。你专心走好你的法庭程序啊。好。小丁，孙洛故意伤害的那个案子，用词准备好了吗？我还是希望争取一下无罪辩护，毕竟涉案凶器上采到的指纹不光是有孙洛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做案子不能光抠细节，要从最核心的法律关系入手。这明明就是一个有定论的案子，审判长老姜也是第一批复员从事司法工作的，我很熟悉。你尽量配合好庭审，给被告人争取一个最轻辩护就可以了。赵明，我觉得主任说的没错，咱们就尽好自己的本分，啊。少廷，你得改改你的臭脾气了。我们是律师，我们是办案子的，我们不是靠编排案子去坑当事人和被害人的。但他现在是主任，咱们所有的核心资源都掌握在他手里，咱只能听命行事啊。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主任，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你说什么呢？我问你能不能保证，你不会成为另一个邝北平？行，反正我也当不了这主任，我跟你保证。我保证你会坐上主任的位置。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大男人又是同行，在你们单位旁边喝个咖啡，这不是很正常吗？再说是你让我来的。张主任，今天还是冰美式啊？对，谢谢。好的。昨天你说那事儿有辙了。肖律师前不久承接了一起交通事故的损赔案，我们的客户是被告芈月阁，可是刚开庭不久，有个叫李彩霞的找到原告律师孙志英，向他透露了芈月阁在安全和劳动保障上的一些纰漏。孙志英以此要挟芈月阁，和原告达成了庭外赔偿和解。这个李彩霞是一个法学本科生，据说正在准备司考。他有一个同租的室友，叫肖珍，恶意串通对方，损害委托人权益，这可以吧？肖律师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他们也受了好处，或者就是单纯的同情心泛滥，谁知道？你是怎么查到内情的？这也不重要。有证据吗？你只要把这个告诉邝北平，他就算是辩，也会给你辩出正确来。剩下的就交给律师法。先生，您的冰美式。哎，谢谢。你不会也是同情心泛滥了吧？肖律师才刚刚入行，你这么做会断送他的前程。拿不出把柄来，你没法在邝北平那儿交代吧？肖律师断送了前程，我也觉得很遗憾。可是，在保你还是保肖律师之间，我肯定得选择自己兄弟啊。再有，恶意串通对方这事儿，肖律师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我总不能让你去告诉邝北平，是你俩合谋撬走了我们的顾问单位吧？啊，舒伯的常年法律顾问，全都在这儿。瞧你，
开个玩笑都开不起了。开得起呀！你都把我给逗乐了。难得你想的这么的仔细周全。邝主任，交给我，我去说。走了，先记我账。好的。不好意思，信号不太好，我马上就到啊。你没事吧？啊？我们没事，小宝贝没事啊。哎，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对，有人员受伤，还有救火车。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5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环城高速由南向北滨海出口附近。我身后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紧急，目前警察、消防、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现场救助。我知道，我理解。你们的情绪我都理解。你们，但你们听我说。好，我知道。您是？你好，最高院刑庭的鲁南，你们无队叫我过来的。您受伤了？没事。别激动，我别了。好，我知道，哎，吴队你好，我是，抱歉让你久等啊。别路上请等。好。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不会吧？我第一次到南京。带卢法官去会议室。行，这边请。哎，卢法官。好。你们不停在会议室啊，我处理一下就来。知道了。副领，不好意思啊，我这是江州刑侦支队的乔政委。哦，您好，最高院刑庭鲁南。你好。吴队这回有事，他一会儿过来。哦，我刚才碰见吴队了，门口有几个被害人家属在围堵律师，他去处理一下。啊。您看我是在这儿跟您汇报。金港的案子不急，你先看看这案子。
这是怎么个意思啊？今天把你叫来南京，除了汇报案子，就为……不好意思，领导，我接个电话。喂，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法律是要走程序的。程序？我姐姐都走了9年了。9年了，你们年半生疏，都没有个说法。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死刑是需要走复核程序的，好吧？请你们再等一等，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我们等不了了，必须要严惩凶手。你们要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对。你们先回去好吗？请相信法律啊！相信法律。您好，这里是四星区交通支队，刚才是您在滨海出口报的警吧？啊，是我。怎么称呼？鲁南。哦，是这样，我们要麻烦您来支队做个笔录，协助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如果您有受伤或者经济损失的话，也好一并处理。啊，这样，我现在这边有个比较着急的工作要处理，等我处理完了，我尽快赶过去，好吧？不是你这刚到，要急着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啊？啊，晚上我得去上海赶车去金港啊！领导，您赶紧让我给您汇报金港那边案子的情况吧，我顺便报告就行。不，你先听我说，金港的案子不着急，回头再说。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一下。怎么？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这是咱们庭承办的另一起死刑复核案件。案情虽然牵扯到南京和江州2个城市，倒也谈不上有多复杂。这样，你一会儿把案卷看一下。啊。哦，等等，那个去趟洗手间，照照镜子，收拾一下自己，拿点下管最高院的罚款。好，出门左拐。哎。不对。不对，不对！你又来干什么？还嫌不够乱啊？田阳的案子，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哎，久等了。哦，你先看看案卷。哎，有什么疑问，乔政委也能向你解释。哦，9年前的案子啊。对，9年前，在我市汉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失联。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刘凤军失踪当天携带了人民币10万元，打算去吴越广场换汇的集散地，私下换一些美元。根据这一线索，辖区民警多方摸排，通过走访得知，在下午的5点多，吴越广场绿豆汤摊子曾见到刘凤军随一男一女自广场离开。刘凤军遇害以后还被分尸了。第一部分尸块是在她丈夫报案后1周，也就是5月16日，在汉江西区跨海大桥下的浅滩区发现的。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又先后在汉江区和雁江区都发现了尸块。初步推断，应当是一起财产动机的故意杀人案，而嫌疑人很可能是以换汇名义将刘凤军带离吴越广场的一男一女。杀人和分尸用的同一把刀，而且这把刀还出现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说起来，这把凶器的发现时间甚至要早于确认刘凤军遇害的时间。5月11日。在汉江金汇夜总会附近，有2伙年轻人因为在夜总会发生摩擦，爆发了冲突，双方一路追打。其中一名男青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这把猎刀，并用这把猎刀捅伤了对方一人。走了，杀人了！哎！警察及时赶到，把两边的人都抓了。这没有护手的刀，就是容易伤了自己。
这刀上一共提取了5个人的 DNA。当我们把被害人刘凤军的 DNA 信息录入到信息库后，立刻就跳出了这个比对结果。我们才知道，原来凶器早就被起获了。伤人者的血留在了刀上啊，被害人的血，刘凤军的 DNA， 田阳的 DNA，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者的 DNA。很幸运，在这把凶器残留的白细胞中，我们都提取到了 DNA， 其中有2组是与被害人刘凤军以及被告人田阳相吻合的。看来你对这案子挺了解啊，我也甭翻了，干脆你给我讲讲算了。之后的情况我更了解，还是我来说吧。当时虽然从凶器上提取到了 DNA， 但是被告人田阳还有李梦琪并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 DNA 存档，再加上吴越广场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排查起来十分困难。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直到今年年初，我市经侦人员对于本市的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涉嫌贿赂海关人员，对董事长田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田阳被羁押之后，他的指纹、脚印还有 DNA 信息，我们都按照流程采样，并且录入了公安部的信息库。这不到1个小时，对比结果就出来了。主办室电脑警报响得满楼道都听得见。命案优先，这个案子当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田阳就是9年以前在江州杀害刘凤军，并且将其肢解抛尸的人。之一，我看他还有个同案李梦琪。但是判决没他，还是人没抓着吗？就是因为李梦琪，你们老大才会来南京。哟，杨哥，这晚还忙着呢。这个吴队是您的？我发小，一起在审计局大院长大。她第一任老公是我大学同学，现在的老公是我法官进修学院的同期。哦，不，您这可是公事私事一起抓，甭瞎打听这些啊。总之，这案子在张涛手里复核了好几个月了，该提讯也提讯了，各阶段的证据全核实过，走访也基本完成了。我跟吴队沟通过这个案情，都认为对于这个案子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不要紧赶着让这个田阳去死。刚才吴队他们不也不说了吗？这个李梦琪8年前结婚，1年之后就失踪了，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跟我在金港复核的那个案子倒是有点像。咱们有句词儿叫做另案处理。怎么个另案处理？我是说，甭管这个李梦琪归不归案，他都不会影响对田阳的刑罚执行。还真不好说。从玉成开始，到张涛复核过程中提讯，这个田阳什么都认，只有一点，他坚称将被害人刘凤军带回他们租住的地方后，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就这一点上啊，如果有李梦琪的口供来印证，自然是更完全。完全不完全的，也不会改变田阳的故意杀人罪。师傅，我马上过来，稍等啊。李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首先，吴越广场的目击证人证实，刘凤军是跟着一男一女离开的。其次，审讯田阳的时候，他准确地说出了李梦琪的各种身份信息。江州刑侦支队先后进行过3次照片指认，每次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从几十张照片中指认出李梦琪。第三，李梦琪结婚前曾混迹多处娱乐场所，江州警方找到了2名那一时期跟他相识的歌厅小姐。虽然时隔太久，他们无法明确地指认田阳，但却透露出李梦琪当时租住的地方，恰好就是田阳杀人分尸的那个筒子楼。那筒子楼现在还在吗？你说呢？9年了，
对，早就推平盖写字楼了。都9年了，您觉得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这案子不是张涛负责吗？哎，他人呢？哦，他跟乔治啊。哎，领导，您在。他跟乔治现在也在江州，也在调查核实李梦琪的相关情况。哎，领导，您先别着急走，您得给我指条道啊！我就这几个小时，您让我到哪儿去给您找李梦琪去？鼻子底下是什么？吴队和乔正都在，自己去问去。那2位你也看到了，他明显就不对付呀，这说话都夹枪带棒的。你尽量配合就好，这是他们公安主导的案件调查，人家内部有什么分歧，不关你事，你别在这推三阻四的。你别忘了，你金港的案子要组合议庭吧？你算上方院，你还差一个，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啊，领导，咱一码归一码啊，您可不能拿金港的案子来要挟我。你说什么呢？什么叫要挟？我还不能给你布置任务了。这2边都是咱们的案子，需要分那么清吗？不是，领导。行了，抓紧时间啊，别耽误事了。去核实一下李梦琪的情况。别啰嗦了，赶紧去干活去。哦，对了，别以为我没问你就不知道了。你是遇上车祸了吗？受伤了没有？我是说除了脸上。我没事儿。赶紧换身，干净的啊，注意形象。好了，走吧。法官，法官，哎，法官您好。啊，你是刚才那个？是的，是的。我是田阳的律师，我姓冉，叫冉森。哦，你好，你有什么事吗？我知道您是最高院的，是不是跟我当事人的死刑复核有关？我不是想替田阳喊冤啊，但刘凤军真的不是他亲手杀的。对不起，这个案子不归我负责。那个，你是律师，你应该懂规矩。这案件是张法官承办的没错，但我向您反映情况也不违反规定啊。而且我认为，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上，本市公安人为架设了很多障碍。那你应该去找督察或者纪委，懂吗？李梦琪只要一天没有归案，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死者家属说去啊？吴汉副队长知道李梦琪的下落。哎，最高院这哥们儿，怎么刚来就跟田阳律师搞到一块儿去了？卢法官，您看您想吃点什么？随便。那我就看着点了啊。哎，麻烦给我拿一下这个。来，您拿。这个多少钱一个？好了，给你了啊。谢谢啊。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我就胡乱点了点。都行。是。嗯。谢谢。你刚才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什么意思啊？据我调查了解，田阳和李梦琪其实一直没有分开。虽然后来在江州，李梦琪傍上了大款，但最终还是追随田阳来了南京。是吗？那我八卦一下，既然这个李梦琪都已经追随到南京了，那为什么田阳又娶了别人呢？因为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什么意思啊？田阳来到南京之后，成立了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但短短几年，斯塔瑞就成了南京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说这些全靠进出口生鲜，您信吗？你把话别说一半啊！既然已经说了，就把你知道的说说呗。我是斯塔瑞的法务，虽然财务记录我看不到，但我一直怀疑，除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公司在暗地里同时境外走私。
那你怎么不把这些跟相关部门反映呢？第一，我没有实证；第二，我端的是公司的饭碗。所以你老板被抓了以后，你就变成了他的刑事辩护律师。田阳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当事人，不管是职业属性还是私心，他的个人权益都应当是我放在首位的。那田阳公司帮这个走私集团洗钱，他跟李梦琪是什么关系呢？南京最大的走私团伙基本上控制了东江港和北坞，也就是2个最大的口岸。据说这个团伙的头是个女的，所以我会觉得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李梦琪是个女的，没错，但总不能是个女的就是李梦琪吧？当然不是。哎，谢谢。虽然我觉得这个走私团伙的头目是李梦琪无凭无据，但这起码算是一个方向吧。我多次向警方反映，他们完全不理会。我甚至当面向吴队强调过这个调查方向，可他给我的回复是，与本案无关。等会儿，你之前可是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但是你现在这个意思，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咱们的人正在赶往医院确认身份。放大，再放大。吴队到底是什么人，我不好断言。但田阳宁可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也从未提起这个走私团伙一个字儿。走私也好，洗钱也罢，总不可能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吧？田阳宁死也要保护的女人，您觉得最有可能是谁？所以你认为吴队对这件事情选择性失明，是担心？假设，我是说假设啊，这个走私团伙的头就是李梦琪。只是走私的话，不涉枪涉毒总不会是死罪吧？可如果有别的死刑罪名缠身，那我想他不会顾及再把谁供出来。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你的这套逻辑啊，不能说是口语不通，不好意思啊，我话说的有点过，但确实是有点牵强。而且我刚跟你说了，我不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不管您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但我知道您是外来的，您不会受南京各方势力的影响。不管这个田阳他该不该死，但是我觉得啊，有你给他做律师，这都是他的幸运。哎，这个江州来的乔政委，你认识吗？凶杀案发生在江州，乔正是江州方面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他对这个案子格外上心，常跑来南京。因为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所以也询问过我几次。所以你对李梦琪的猜测，你也都跟他说过。乔正其实还是很认可，他对李梦琪这个人很关注，很多关于李梦琪的重要信息都是他带。那乔正怎么看吴队啊？我没敢在他面前加个微信。好。我想你。卢凡。